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民宿，在观星园那边，所以现在我特地6点半起身，这就是要看日出。所以如果看的话就拍给大家看。所以等下我们现在就去看了。虽然现在很冷，你看我现在穿里面3层，真的是很冷啊！里面大概只有我看2、3度这样子，还冷过我去日本的时候。So let's go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9个字这样子啦，我们出到来好像看日出也像看不到嘞，它好像亮了，那个太阳没有出来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极冷，现在我要盖着耳朵，不然我耳朵会冻伤。这个就是酒店准备给我们的早餐啊，就是蛮简单哦，还有一个堡，一个鸡蛋，还有一些面包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到合欢山，就是他们高速公路可以去到最高的山，好像是3000多米，然后外面很高了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这个牌啦，好像是来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开始。等下我们也会去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几个步道走一走，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拍一下照片这样子咯，拍一下美景啊这样子。在高山上面看下去，原来那个建筑物很小了，就好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一堆有人住的地方。不懂我们的观星园是不是在里面呢？讲真的，那个路程真的是很弯一下，如果稍微有一点晕车的人真的会想呕，刚才我都是有点想呕，幸好他停在那边给我们休息一下。所以等下我们才会去到最高点那边，所以等下再拍给你们看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叫五岭，然后它是3275米，他们讲是台湾公路可以去到最高的点，就是这里，就是驾车可以上到啦。然后在这边拍照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咯。导游说要带我们去台湾最高的厕所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那个厕所看一看。奇来北峰那一座山是台湾最难爬、死亡率最高的一座山。刚刚在车上一直走那个山路，然后太斜了。我其实不是很想走山路，因为我会头晕想呕，所以司机就给我这个梅子来 try 看，就很辛苦一下。before 我们走那些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步道之前呢，我们就来这边吃点东西。然后这个是导游带的。这个版就跟你讲有什么步道有开放，有一些没有开放这样子咯。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地图，是讲那些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步道的地方这样咯。因为这种花在冬天才会开，越冷越开花，这表示。导游下一个地点就带我们来到这个越王亭啦，说我们继续看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所以我们这边等着，在等着什么呢？等着就是我的女朋友现在被导游拍这照片啊，这个导游真的是很好，有免费帮你拍照的服务，然后拍的照片也是很好看，然后这个景也是非常的漂亮。
我们这边超美的，就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里面的一个步道，我忘记什么步道了，什么9区。第一个步道感觉怎样？Basically， 这个步道就是看很多这种悬崖跟那个水的流，然后完全想讲话都讲不到，因为那个瀑布声实在是太大，还有那个水声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步道的建筑物有点像隧道这样子？因为以前这里的确是有通车的。现在它是改成人走的步道了，然后完全是没有通车的，所以你看到它的路其实是蛮宽一下，还有很美的风景。然后那个步道口是我们走到去金湖那边哦，它封着路了，然后我们要原路返回，然后我们再看多一次美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会可能去到下一个步道，然后再看。对面这里是一座桥来的，然后桥上有一大堆的人，小小个蚂蚁这样子。我们第二个来到的地方，这个叫燕子口步道啦，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戴着 helmet， 可能他怕石头掉下来吧。这个就是它的帽子，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。所以我给你们找一下那个酋长的脸到底在哪里。1、2、3，你们看到吗？你们来到这里可以 try 看这个芒果汁，是蛮好喝一下的，有点贵了。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第3个景点，就是三月吊桥的这边啊。But before 我们进去吊桥呢，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太鲁阁展示馆这边。这里是展示给你们看以前的原住民到底是怎样生活，还有怎样纹身的咯。这是真的，里面的这一部电影里面都是这样。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电影给你们看啊，它是每1个小时可以看的。然后它大概是讲以前的原住民到底是怎样生活，还有一些爱情故事给你们看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走在这个桥上面，然后它桥不会摇摇晃晃的，是蛮结实的桥了，所以不是很怕。然后旁边还可以看到很好看的风景。来到这里的风景哦，都是这种石头啊、河啊，还有这些树林哦，这蛮壮观一下的。跑进去呢，这真的有蜜蜂在住的嘞。走到一半，我们就发现有管制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就在湖边看下咯。这边的湖不懂为什么是蓝色的，看起来真的是很美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就来到我们花莲的住宿，就是这个卡达酒店。看起来是蛮高级一下，而且也是蛮新一下。我们进到来才发现，原来这个酒店有主题了。它主题竟然是脚踏车，所以挂到很多很特别的脚踏车，周围全部都是脚踏车主题咯。
这个酒店一上到楼，它不是 indoor 嘞，它是这样子向着外面 outdoor， 然后转进去你的房间这样子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个 concept。带你们看一下这个脚踏车主题的酒店，然后一进到来就是一个大床，还有给你放 bag 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机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厕所啦，它厕所是用青色主题啦，所以我看起来也是蛮奇怪的，用青色，所以也是蛮大间的。OK。然后这个房型是有阳台啦，所以阳台有2个椅子，然后看到海景这样子咯。明天不懂可不可以看到日出嘞这样子。So before 我们的晚餐，我们就来了这个原住民一条街，它好像有点像是夜市这样子啦，好像没有什么人走，我们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炸弹葱油饼好像是刚刚我们在车上吃的那种。每次看他们吃那个夜市牛排好像很好吃，我们就来一边 try 看好不好吃。这里只要你叫食物嘞，它就有免费的茶水还有汤哦。然后今天的汤是玉米浓汤。牛肉比较硬吧，价钱还是很贵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因为刚刚那餐不好吃，所以我们就叫司机带我们来吃这个扁食。这个是他们这里出名的食物啦，它是吃好像水饺这样子的。买了一个蛋糕陪老板娘庆祝生日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楚理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个酒店不只是主题是脚踏车，它有免费给你脚踏车去玩，等下我们就租它去玩。所以这边就有他们的健身房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它的健身房的设备就比较简陋一点哦，然后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。这间酒店还有游泳池，现在天气这样冷，那水应该也是很冷吧？没有人游泳。由于现在已经很夜了，所以很多店都关闭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可以在麦当劳找我们的宵夜，看下台湾的麦当劳有什么不一样先。耶，我们终于安全的回来了。就是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蛮惊险，因为整条路都是有时候我们会走在路边，因为没有那个人行道，或者是被 block 住。然后我们骑了大概有10到20分钟这样子，才回到我们的饭店。所以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体验啊。虽然整条路就只有我们4个在一起，每个人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看我们去哪里。Let's go。